最近一份10月出版的初刊的日文版的新闻周刊里面的标题写得很直白，就是再见了中国市场。那里面当然就提到了很多外资开始这个走出各国也开始重新来做一些盘整那当然从这样的一个报道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当然我们就请教一下陈老师这到底对于世界啦，包含对于中国本身，对于台湾您自己怎么看待这一波？真的吗？外资的一个出走潮从日本这么直白的写了这样的一个报道来讲，是不是真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逐渐在形成？这个趋势其实从10年前就开始了。那原因很多，要回过头讲它中共的历史呢，就是中共改革开放以前它和几乎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一样，经济制度都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它没有办法融入国际社会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它和外部世界基本上处于半脱钩状态。当然了，中共这个共产党国家这个经济相对封闭它也不是完全的闭关锁国。那事实上，这类国家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闭关锁国，他们仍然需要进口先进的工业设备，还有国内无法生产的关键原材料、燃料，还有工农业产品。那么历史上，共产党国家的对外贸易大体上是两种，一种是苏联组织的那个京沪会的贸易圈，就是红色国家之间彼此的外贸活动，它和西方国家的贸易量很少。那么中共1959年以前也是在这个圈子里进行贸易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中共1960年代开始毛泽东时代的贸易模式，就是那时候中共同时与美国和苏联处于敌对状态，他没办法进入苏联的红色贸易圈，只能通过香港维持有限的进出口贸易。共产党国家也不是说就一定不能参与经济全球化。它只要实行经济体制的转型，把全面公有制那个企业变成私有化，同时推进经济市场化，一直到取消计划经济，它就具备了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那么，因为只有私营企业才可以在国际市场灵活运行。那本世纪初呢，中共的经济改革完成的是刚才我讲这个经济制度准备，但是呢，如果没有经济全球化的引路人，还有国际社会的许可，它还仍然不具备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充分条件的。那中共的信誉在于呢，就是说从80年代后期开始，港台商对大陆投资活动实际上主动的扮演了帮助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引路人的角色。那么赵紫阳在1988年就提出过叫做大进大出的政策意向。那么到了90年代末期呢，中共的经济制度转型取得了进展，开始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 WTO。最后呢，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接纳了中共。那么这样的话，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和充分条件都具备了。然后就是西方跨国公司陆续的投资中国，中国就踏上了经济全球化这个可以实现经济繁荣的国际快车了。那基本上已经踏上经济全球化快车的国家，没有谁会愿意主动下车的。那中共当然也舍不得如此，毕竟经济上好处太多了。但是2000年的时候，中共的副总理刘鹤还是提出来要准备中国经济大格局改变和这个要与经济全球化半脱钩的战略性政策。这个其实是出于无奈的。我以前讲过，中国自从加入了 WTO 以后，是它大量出口拉动了整体经济，所以出现了所谓的10年左右的出口景气。那么出口景气是10年以后就受到了3重打击，一个是成本快速上升，那随着出口景气达到顶峰，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工资、社会福利开支、税收、地价、能源价格都不断的上涨，就让出口加工型的企业的成本越来越高，那么外资企业的利润逐渐就被倾输掉了，最后他不得不关厂或者迁走。那么第二个就是中共的出口市场的相对萎缩。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受到冲击，各国的购买力明显萎缩，那么中国的出口景气也因此是大受冲击。第三个就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纷纷引进外资，发展中国式的这种加工出口的发展模式。那么中国产品的国外市场就面临越来越多的低价竞争的挑战。那么中国这个世界工厂曾经是因为大量输出这个廉价的服装鞋类、玩具、电子消费品，
让发达国家消费者受惠的。但是中国的制造业是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低，这也是它的致命弱点。讲到外资企业撤资呢，实际上它是2006年就开始了。先是广东省来自港台的制造鞋类、玩具、服装的企业关厂，然后很多生产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和小家电的外资企业也黯然撤离。然后是外资撤离潮进一步延伸到长江三角洲这个电子高科技外资企业集中的地方。到了2015年，一些制造手机或者其他电子产品的大型外资企业也相继关厂。那么香港、台湾、韩国、日本这些撤离中国的企业是纷纷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比方讲东南亚国家还有印度。那美国的一些企业呢是看好了墨西哥的制造业新区。那么接下来外企的撤资有了新的动向，就是2018年发生了中美贸易战，就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由于从2020年开始中美关系越来越紧张，那么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呢，这个开始从2020年的春天就准备未雨绸缪了。那许多从中国采购的美国公司不约而同走了一个4部曲。第一步是增加备货，要抢在美国关税生效前尽量扩大库存。第二是谈判压价，就是要供应商呢尽量承担关税上升造成的损失。如果供应商为了保订单而愿意大幅度压价，那么短期内他还保留订单。那第三个就是转移订单，因为如果供应商的利润微薄，没办法压价了，那么未来关税预期上涨啊，这个会超出供求双方的承受力。所以美国公司就开始把新订单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国家去了。第四个就是重置供应链，就是让供应商把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来消化关税上涨带来的额外成本。有一段时间是大批的公司找这个专业的咨询公司商讨供应链怎么样转移这方面的具体策略。那虽然还有不少企业选择的是说我缩减业务规模，但是还留在中国，但更多的情况是由于中国的出口成本上升，出口的不确定性大，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移出。比方讲前年年底，美国的商会，就是美国在中国的商会，调查了239家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其中呢23%表示是他们已经决定把供应链移出中国，20%正在考虑把一部分或者全部的制造业移出中国，33%他们要推迟或者取消在大陆的投资，的加在一起将近80%了。那么中共的外宣媒体报道说，过去3年来已经有苹果、这个家得宝，就是美国的一家这个建筑用品连锁公司叫 Home Depot， 还有亚马逊、惠普、戴尔、谷歌，这个还有一家公司叫孩之宝，就 Houseburg。这些美国公司都计划或者正在把供应商移出中国，转移到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这些国家。苹果公司是要求供应商把15%到30%的产能啊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比方讲台湾的兆利，它是这个香港是苹果这个其中一种轴承的供应商，它就已经去对泰国投资了。那台湾有4大电子巨头，就是鸿海、广达、英业达和仁宝，他们也是美国多家公司的供应商。那鸿海旗下有一个很有名的富士康，就郭台铭那家公司，他在印度也投产了。富士康高管当时是表示说有能力把 iPhone 的这个生产移出中国，并且正在考虑越南、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那么戴尔和惠普的服务器供应商是台湾的英业达，他是计划把销往美国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迁回台湾，而且已经把部分小型家电的生产线转移到马来西亚去了。那苹果电脑的供应商是广达电脑，它一方面是把服务器生产迁回台湾，同时设立泰国分公司，扩张东南亚市场；另外一方面是扩建在美国的数据中心。苹果电脑另外一家供应商仁宝电脑也正在把生产线迁回台湾，并增加在越南的产能。有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的台资企业，大概39%是计划把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29%是计划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另外，台湾有个自由财经网，前年12月24号报道，
台湾机械工会到越南，工是公家的公啊，这个公共的公。台湾机械工会到越南和老挝考察后证实啊，很多台商企业已经移出中国。那么日本的经济新闻报道是，像 Nike、Adidas 还有说 Under Armour 这些台湾还有鞋子和衣服的代工厂，已经把生产线都转移到东南亚和印度。那么欧盟商会就在中国的欧盟商会全年12月初也有一份报告，发现他们调查了174家在中国的欧洲企业，10%已经更换供应商，8%已经有部分业务移出中国或者正计划移出中国，前往东南亚国家，15%是延后在中国的投资和扩张。那么日本共同社是统计说，前年底已经有60%日本企业从中国转往其他国家或正在撤离中，那么剩下的40%正在部署撤资。日本在和韩国的企业当中，铃木汽车就是 Suzuki 已经移出中国，马自达和丰田正在考虑转移生产线，优衣库呢有一部分生产已经迁到越南和柬埔寨这些东南亚国家。那个 Seiko 就精工，他已经考虑把特定产品的生产迁回日本。那韩国的现代和Kia也已经分退这个汽车集团，也分别的退出中国，增加了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生产。其实呢，不只是外资企业从中国在撤离，连中资企业也从中国撤离了。那么现在从自行车、轮胎、塑料到纺织品，很多中国自己的工厂都把流水线转移到国外去了。我看到以前2年有个报道，马来西亚有个华商郭鹤年，他的嘉里物流是亚洲最大的船运和物流公司。前几年他就一直这家公司在忙着为各国客户的生产线在做大搬运，从中国搬到马来西亚、越南、缅甸甚至老挝。当然了，如果你懂得世界产业史的话，就不难了解，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不能转移的供应链。那只有少数企业呢，出于经营惯性，他不愿意费心费力去调整自己的工厂和零部件的供应链。那么波士顿咨询公司是美国很大的一家咨询公司，它几年前的研究就发现说，2004年中国的平均直接生产成本比墨西哥只低6%。那么到了2004年是比墨西哥低6%，到了2014年变成墨西哥比中国低4%。那么中国在2015年的时候，它的制造业平均成本比美国只低5%了。那么制造业相对成本的这些动态变化，它就促使着跨国企业在重新评价他们的制造业选址，从而就导致全球供应链的巨大转移。波士顿咨询公司认为说，现在全球制造业的综合竞争力中国已经不再具有以往的优势了。那么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原来具有2个优势，一个是竞争力优势，一个是产业链优势。那么我刚才上面讲的都是竞争力优势的消失，中国现在剩下的主要是产业链优势。那么所谓产业链优势，就是说中国的工业体系在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进一步完备了，能够为各个行业提供比较齐全的上下游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那么加上和外企的销售通路紧密配合，它能够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那么其他发展国家呢，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但是对一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行业来讲，它的产业链本来就很短，零部件的品种也少，工人的训练难度也不大，所以它产业链重置的话是不难的。这也就为什么会有大批这样的企业迅速撤离的原因。